第4节，医生给我治疗时发现了父亲的偏执人格。快毕业时，我把工作辞了，决定去学校的自习室2战。我从没有去过首都，于是报了北京的一所高校。暑假之前，我回了一趟家，发现妈妈的情绪明显不对。半夜醒来，看到她坐在我床边偷偷抹眼泪，我有点吓到了。第2天才知道妈妈到了更年期。我查了相关资料，觉得她的情况比较严重，就带她去医院拿了些药。在家这段时间，我把她当作小女孩，看她难受就去逗她开心。我暑假2个月没有去健身房，胖了很多，但我可以坦然接受这样的自己。考前1个月，我再次放弃健身，每天就是做题背书，除了考前1周给爸妈打电话正常的哭过1次，我的抑郁症一直没有复发。考试结束后，觉得自己发挥不错，每天看看书写写字，很是惬意。快过年的那几天，还去看了许久不见的老朋友。我觉得之前一切糟糕的经历都值了，所有不幸都是为了指引这一天的到来。我已经准备好告别过去，在2020年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。然后疫情爆发了，我失眠了6天6夜，把自己折腾得奄奄一息。初期的下午被送进医院，这次我被诊断为双向。我以为2年的努力足以让我摆脱这只黑狗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没想到这种表面的正常竟是如此不堪一击，我又被打回了原形。我在医院里开始打针吃药，副作用再大也必须忍着。我站一会儿就觉得腿里像灌了铅一样，心跳加速，喘不过气，脑袋一阵眩晕。我只好用手捂住自己的胸口，好像不那样心就会震落到地上。我开始嗜睡，以前休息5-6个小时就足够了，现在要睡10个小时左右。困的时候极其难受，身体像一团被揉皱的纸，我一心只想舒展开，有双手一直挠我的脚心，让人抓狂。唯有睡觉才能将我解脱。我记忆力大不如从前，不能看书学习，连手机看久了头都会痛，总是一副呆呆的表情，看起来不大聪明的样子。出院后，医生让我至少吃半年的药，每个月去医院查血做心电图。幸运的是，我对这几种药的适应性还可以，每次检查都无大碍。大概3个月后，副作用才完全消失。虽然中间的过程漫长而艰辛，但好在药效显著，我渐渐恢复体力以及思考能力。本来一团糟的生活也开始理出头绪。我不愿整天在家无所事事，总想尝试着去做些什么。后来我开了一个公众号，把过往经历记录下来，既是对自己成长的见证，又能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。我每天都在写，从早写到晚，从童年写到青年，从自己写到父母。我觉得走起路来都变得轻松了。在这里，我必须感谢爸妈。在得知我的病情后，他们第一时间给予我理解与支持。我妈查找很多资料，阅读相关书籍。我爸一改往日的暴脾气，开始学着成为温柔体贴的父亲和丈夫。他们努力弥补曾经对我无意间造成的伤害，并积极做出改变。这对快50岁的父母来说并不容易。我爸总是耐心地开导我，你要想开呀，知道吗？哪里对我们不满意就说出来，我和你妈都改。其实我很早就发现父亲的心里也有些问题，
他和别人的思考方式总是不一样。我妈之前也3番5次的要陪他去医院检查，他都果断拒绝。直到我住院，主治医生分别找我们3人谈话，他才悄悄告诉我妈，父亲是偏执性人格。不过不用担心，这种病随着年龄增加会慢慢好转，现在也用不着吃药。我妈把这话又转述给我，我才终于弄清父亲到底是哪里不对劲。原来他和我一样，都是受害者。我的内心更是多了一份怜悯。最后，我想告诉所有在精神上正遭受痛苦煎熬的朋友们，生病不丢人，吃药更不丢人，不要像我那样逞一时之强，到头来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据统计，抑郁症患者中1/3可以自愈，1/3发展成慢性，1/3自杀。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最前面的1/3，但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太辛苦，不仅没有走出来，反而越陷越深，那么请不要再勉强自己了，立刻去医院检查，让医生对症下药。这不是逃避，更不是无能，而是脱去铠甲，坦然接受自己的脆弱，然后继续拥抱生活。虽然前方道路注定坎坷，但我仍对未来充满希望。就像王小波先生写的，那一天我21岁，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，我有好多奢望，我想爱，想吃，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。生而为人，3生有幸。